选举成都，青鸟仔又抓狂了。怎么不敢说中共非法摘活器官？你良心何在？我已经在我生活中大量减少看新闻的次数跟频率，因为有那样的童真给大家的东西。游戏规则就是在3立新闻台播出。3立真的巴掌长得啪啪啪。周明轩开始去的是北上广深，青鸟仔。攻击说你去的都是一间大城市啊，那没法又怎么样？周明轩开始一步一步去到中国内陆的城市，可怕的破窗效应。他去看到的是成都好美哦，刚开始带来美好的东西，了解就不会害怕，负面的东西终究抵不过正面。青鸟这种行为只会越来越招人讨厌。一缺流量就往中国跑的够美人，你不懂历史也不需要无知瞎挺，你不明白一个有流量的人会伤害到国家形象。民进党为什么对周明轩这么的愤慨？大部分的台湾人喜欢看大陆人民就是台湾人好不好？人喜欢看负面的，指责周明轩空虚，他们内心才真正空虚。真相丢出来，你要怎么选举？中国不能是好的啊！邪恶的中共，怎么可能中国会比我们好？青鸟，请继续你的表演，不撞南墙心不死，最好是把头盖骨都干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青鸟仔又抓狂了，周明轩最近要去成都，又有崩溃仔，在他的推上面一发布，马上就有人爆炸了。外表精致，内心攻防。你看到中共仔美好的一面，你怎么不敢说中共非法摘活器官的事情？他们抓走非法公民建造，违反人权集中营，你无视中国，事实上正在被中共政府迫害，你的行为正在帮助中共政府迫害真正的中国人，你良心何在？你的嘴里来自自卑，你的无知无良，最后一天会受到共业惩罚。看起来轮子跟青鸟仔已经形成了一种共鸣感，一缺流量就往中国跑的共美人。你不懂历史也不需要无知瞎挺，你不明白一个有流量的人会伤害到国家形象。青鸟仔很气哦，非常气啊！3立不是讨厌中共美人吗？凭什么蹭周明轩？听他说余生只去大陆旅游。中国轩，其实周明轩之前才被民进党的半官方侧翼思想坦克点名过，说叫周明轩以底层网红，一缺流量就往中国跑的共美人。三明治疯狂蹭周明轩哦，不甩大外宣。延上爽飞成都，周明轩手机一开，表情秒崩，疯了，去成都玩，然后三明治呢各种蹭。关于这件事，周明轩早就料到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正在规划一趟旅行，目的地呢是一个神秘国度，也鲜少有台湾人会去那个地方旅游。那个神秘国度会在下一期跟大家分享。因为桃园机场没有飞往那里的直飞，我猜是不丹航班，它是需要经过转机的。我前几天在订票的时候，我有2个转机地可以选择，一个是曼谷，第2个就是成都。但是中华美人要当的称职一点，曼谷我去年已经去了大概快7次，也便宜了呀。当然是选成都转机啊。他本来是基于他的一个需求转机改变的一个方向，再加上有很多网友敲碗叫他去成都了哈，所以他就决定去了。那这加起来包含睡眠时间，我总共有27个小时，有40分钟可以让我认识成都。然后我可以理解，现在台湾有一个抵制的文化，但凡只要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不管是公众人物 influencer， 先不论内容长怎样，我先抵制，先攻击，先谩骂，先 fuck you。他其实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他早就料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青鸟仔马上冲到他的 IG 去攻击他。但是我认为对的事，我这个行为就叫做爱台湾，我是嫁给台湾嘛。大概我本人已经成年，我已经没有那样的童真给大家玩那场游戏。我也相信会看完影片的都是高质感人类。玩游戏前需要先阅读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则会在3立新闻台播出。果然哦，这是神算子，3立真的是被人家巴掌赏的啪啪啪啪啪啪，直接在里面直接点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我是个公众人物，这个事实跟道理，我这个人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在现代人看来是有趣的，分享给你。那就是我已经在我生活中大量减少看新闻的次数跟频率。为什么减少呢？因为这家伙就是每天蹭他、黑他、攻击他。何谓新闻？何谓新闻播报？对我来说，那个就叫做他们的工作。所以他已经预判了对方的预判，那我预判了他们的预判的预判。周明轩一定会在他的影片里面说到绿媒在那边攻击，只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么直接点名三明治哦，虽然是也蛮狠的。新闻媒体在做的就是他把所有的例外事件汇集成一个当日的新闻播报，所以相信你在看新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它会有一种激发你的情绪，肾上腺素提高，你的内心会是躁动的。他也预判了青鸟仔的行动啊，青鸟仔需要三明治来打鸡血，需要三明治提供脑内啡，需要让三明治让他提供脑内大麻。但3立也是要脸不要皮的，要皮不要脸，我看是脸皮都不要，直接大喇喇报道他。我今天走在台东，听进好 ，Who cares？ 新闻媒体在做的就是报道例外事件，也就是那不寻常的、令人惊讶或具有冲击性的事件。播报这些事件通常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的规范，叫做负面偏见。因为负面新闻比起正面新闻，它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我就拿飞机失事事件来说好了，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在每100万次的航班飞行中，会有不到1次的飞机失事事件重大事件发生。目前就换算每100万次的飞机1次的飞机失事，这就叫做例外事件。他对于新闻的理解
解，还有对于现在台湾的攻击这种生态的理解啊，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他还年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怕他，因为他是会成长，而且他能够打破青鸟仔所组成的疯狂出征的浪潮。当他破窗破浪的时候，对于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周明轩去了哪里，这些三明治就紧盯着他，必须的疯狂的攻击他。中共大外宣拒绝糖衣包装毒药，周明轩叫做中共大外宣。访问期间直呼中国很安全，日渐严格的思想控管，香港反送中背景之下，中华民国假想敌的正面资讯，尤其中共国务院可能重操旧业，两岸青年交流温水煮青蛙，不得让人细思极恐。点名周明轩，周明轩他所讲的这一整套的道理，一般如果单纯只是一个旅游的网红，或者是一般的就是引起话题事件的网红，我想就是因为民进党一直对周明轩进行进攻嘛，所以这段期间我认为啦，他自己也做了蛮多的功课。确实你知道压力使人成长，周明轩现在又进化了，他已经可以跟你头头是道了，告诉你很多专业的名词，而且呢有条理有学理的分析，来告诉你说这些青鸟出征的背后，这些三明治嗜血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样态。所以我想他这一波来得更猛更凶啊！他现在去成都，那下一次去哪里呢？如果周明轩有一天去新疆呢？青鸟不就真正的崩溃了吗？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喜欢看大陆人民就是过得比台湾人还要不好。直指问题核心是周明轩去成都另外一个可怕的破窗效应。一开始去的是北上广深，青鸟仔呢还在那边攻击说，哦，你去的都是一线大城市啊，那里好又怎么样了？但是当周明轩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到了一些中国比较内陆的城市，对台湾人的认知来讲不是那么的近的城市的时候，他现在去成都，你每一次都把真相丢出来，我以后怎么选举啊？民进党为什么对周明轩这么的愤慨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周明轩所代表，他平常又不谈政治，怎么样？了解了就不会害怕，就不会恐惧。就人喜欢看出糗、看负面的、看刺激观感的，人喜欢看美好的，喜欢看高档的，喜欢看这个成功的。人有两项性嘛。周明轩呢，他是扮演另外一侧的角色。他刚才前面所讲的是负面的这一种东西，负面的东西确实会引起人的观感。另外一边呢，他去看到的是，哎呀，成都好美啊，成都是一个好棒的城市，大家的吃的、喝的、玩的、穿的。如果他开始带来美好的东西，负面的东西终究它是抵不过正面。人的内在秉性三个字：真善美，求真、为善、得美。他们过得非常辛苦，就是喜欢看有关于大陆的负面新闻，所以3类新闻产生。他们就是崩溃人嘛。今天如果台湾人没有办法过得比中国大陆还要优越，那请问台湾还是什么？自由的价值，台湾的价值，他们真正的空虚是什么？当他们指责周明轩空虚的时候，他们内心才真正空虚。因为对他们来讲，中国不能是好的啊！中国只要是好的，怎么可能专制独裁邪恶的中共割器官、开集中营啊，到处迫害人权、侵害人权，不能翻墙，没有言论自由，思想掌控、洗脑、党国教育，怎么可能中国会比我们好？青鸟，请继续你的表演。每飞一次撞得头破血流掉到地上，再飞一次再撞得头破血流再掉到地上，不撞南墙心不死。如果撞一次心不会死，那就多撞几次吧，最好是把头盖骨都干碎。青鸟这种行为只会越来越招人讨厌，引起的共鸣是越来越少。